大家好，我是钟子聪，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就是4月份我个人推荐的作品，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首先第一部就是 SONE561 S1 的超级大共演。如果这个共演企划最一开始的 SONE560 代表最大的阵容，再来学员季共演 SONE562 代表最新的阵容，那这一部跟 SONE565 的内容组合起来，我想毫无疑问是代表最强。本作里面的成员除了那些不会出现在共演的来不及参加的，大体上都是目前 S1 的中流砥柱。分组概念基本上也跟565一样，分成一节组、大白兔组以及新人组。但这部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，光是这点就值得收藏，就是本作让日本第一上单河北小姐不再进行分推战术，在最后终于跟金松纪部还有本相爱打团战，肯定是本作的 MVP。那刚刚提到来不及演的其中一位就是今年的销量怪物濑户环奈，在这个月的 SONE638，虽然今年连一半都还没过，但我个人觉得如果要选今年最好看的10部片，这部没有意外会在里面。在本作这个强调生活感跟真实感的约会作品当中，濑户的演出真的只能用极为出色来形容，有几个镜头甚至让我有那种家庭录影带 VHS 的感觉。现在大家还知道 VHS 是什么吗？它真的让我很吃惊啊！不只是那个身材，还有迅速融入拍摄题材中的速度跟投入程度，我无法想象他只是拍第3部作品的新人而已。毕竟有人可能来来回回进出业界3次，都还是不会演戏。只能说今年没意外的话，这个人真的会霸占榜单第一啊！那下一步就是这个 WSA001，也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啊，算是在近代以台湾人身份正式进军日本的第一人，真的非常恭喜 Tiny， 因为这个过程大家也知道非常的曲折啊。那同时也在这边跟大家小爆料一下，其实今年会是大华语时代，还有其他讲华语的女优会陆续杀进日本市场，到时候这边肯定也有专访啊，大家就拭目以待啊。接下来则是这个月份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共演 START273，由本庄绫跟神木利两位都是 SOD 相当优秀的专属演员，气质跟身材都相当出色，这次能够看到他们共演也是观众之福哦。那题材就是催眠相关，我个人虽然不是很喜欢那个有色隐形眼镜的设定造型，但本作实用度依然不俗，推荐给各位。比起本庄绫、神木利，接下来这位的实用度，我想是不用我们再多说了，那就是我们的 Surfshark VPN。看我推荐了这么多次，你一定会想说，真的有这么好用吗？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讲讲 Surfshark VPN 到底有多实用。第一点 ，Surfshark VPN 可以保护你的装置在使用网络时的安全，让你的个人资讯不会在网络上无所遁形。Surfshark VPN 还不限制你用几个装置，你的手机、在家的电脑、外出的平板，甚至 PS5 全都能一起保护个人资料，避免资料外泄，收件箱也不会充满垃圾邮件，这绝对是网络使用者或是酸民的最佳防护罩啊！而现在 Surfshark VPN APP 里面还有 Antivirus 病毒防护装置，你不用特地去买防毒软体，就可以预防电脑中毒，最适合我们这种可能会在某些网站不受控制乱点击的使用者。当然 Surfshark VPN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服务就是跨国跳网域，现在篮球季跟棒球季同时进行，你要在国外就铁定看不到国内的转播，这是有了我们 Surfshark VPN 就能让你在国外也能收看熟悉的中文转播。当然如果你想要观看国外好康的网站，像是 Fanza 或是从 Amazon Japan 要购买一些好料的，也一定要跳到日本网域啊。对我们这些看片仔来说，真的就是一定要使用的上网装备。看到这边就赶快点击下方链接 surfshark.com/fingermaster56 购买 Surfshark， 使用我的折扣码 fingermaster56，还多送你4个月的额外使用期，是不是觉得很实用啊？赶快一起加入 Surfshark VPN 的行列吧！好，下一步看到是 HMN679 由即将隐退的美谷朱音演出。那本中提出来的企划有时候都别具巧思，像这部作品就让美谷跟男优到横滨约会旅行，然后2个人就顺势去开房间了。那其实一般来说，我这种类型的作品反而更喜欢看前面约会的部分，像伊藤舞雪之前的 CAWD548， 靠腰跟旅游节目差不多。那这部就比较没让人那么激赏，因为背景模糊的地方真的太多了。相比之下，反而在房间内的互动更有趣一点。接下来要看到是菊玛丽的 DASS 617，这个系列非常之厉害，就是由他跟业界第一剧情名导朝雾镜共同谱写的平行剧本宇宙，诠释了这位演员的各种可能性。那不管是身材外形以真大成的菊玛丽，或者是剧情细腻度与实用度兼具的剧本，都保证了观赏的精彩度。整个系列整整
7部作品，每部都不容错过。甚至有影迷指出啊，其实 HMN 349以及 DVAJ 598也跟这个系列有关。只能说啊，不愧是 AV 界的岩井俊二，真的是太猛了。我们今天看到是 STRT 314，也是夏目想的出道5周年纪念作品。剧情描写男主角在离婚之后，决定踏上摩托车探索自我之旅，路上遇到一位金发辣妹骑士。我说这个剧本真的不是原本要给以爱丽丝演的吗？金发辣妹又会骑车，完完全全就是以爱丽丝吧？好吧，但必须说，其实夏目想这个造型也非常吸引人哦。那个穿着骑士皮夹克做菜的画面真的赞，而且本作是真的有去拍一些骑车的画面啊，算是颇有用心。我们再来就看这部 SON1508 由南羽流演出，描写一位沦陷在电车咸猪手技巧当中的 OL。当然啊，现实世界是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基本上就是犯罪行为，请不要模仿。那南羽流目前也是稳坐 S1 肉感类型的代表啊，尤其是这个月还有一部写真作品 FWAY060， 个人认为内容丝毫不输骗子，也是推荐。接下来就看到 JUR277 由推川优里饰演，她是当时跟 Jun Lovejoy 的时候聊到说，她个人觉得身材最强的一位女优。那后来我在美国也有幸见到本人啊，确实非常厉害啊！这次演出这个泡泡浴主题，可以说是尽显其身材优势，推荐。那紧接着就是这个 OOW001， 优里武奈其实也是在业界打拼一段时间的演员啦。我个人觉得他在这部有比我之前印象中更好看。那这部的题材就是大吃一惊，有几个镜头真的非常可爱，推荐给大家。那下一部就是 SON1695， 由我们的白上校花所演出。这是扮演一位主动想要诱惑老师的学生，竟然直接换上死库水直拳出击。我就问，这到底有哪个老师能够抵挡啊？话是这样讲啊，但如果真的不能抵挡的话，建议还是不要当老师比较好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部就是 MIDA 125，由中山文香演出。必须得说啊，中山文香本人真的是娇小可爱，而且又超级健谈，真的是一瞬间就让我大中。这次演出的题材是女医生，竟然把她医疗知识运用在让患者金枪不倒上面供她取乐，真的是长着最可爱的脸蛋，做着最可怕的事情啊！再来我们看到这部作品 STRT 311，由小仓由菜演出，应该是这个月最疯狂的题材，连小仓本人都说这部简直亏贼，就是让它卡在墙壁里面。这其实不算是很崭新的题材，像这个月的 SVVRT064 其实也是走相同类型的趣味游戏内容，但是 SOD 脑洞大开，让这个墙壁可以到处移动，但是小仓本人还是卡在墙壁里面，就变成只能任人摆布的状态，非常之荒谬。再加上小仓的表演功力竟然能维持住实用性，简直匪夷所思。接下来这部 ABF217， 由梁森林梦来扮演你的私人教练，但他竟然是专注在锻炼你的性能力上。哇，要是真的能得到他1对1贴身指导，就像是让 LeBron James 来教你篮球， C 罗来教你踢球一样吧。必须得说啊，本作开局就是香汗淋漓的 CK 造型激烈运动，非常之推荐。再来就是 SON1684， 梦乃这次演出在喝醉之后主动搭讪的题材，必须得说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喝醉系列，演出都特别可爱，尤其是让老戏骨梦乃来主动出击，简直不能再更强啊！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JUR036， 新七邮箱是这几个月马丹娜发掘新人当中比较让我激赏的一位，脸蛋漂亮，身材也不差。这次也是演出马丹娜的经典好戏，全是一位被公公的惊人体力给折服的人妻。接下来这部是 GINAV009， 由沙月惠奈跟西园明孝所演出。那这部也是属于相对低成本类型，但是他们在里面真的是活力十足又可爱，所以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。那接下来的作品 STRT265， 由 Minamo 所演出，他在片中演出一位超人气网红，就中了时间停止之后被流浪汉集团在垃圾堆里面无情摧残的作品。哇，真的是，我第一个想法是这部属性也太多了吧，第二个是哇，这部演起来真的很辛苦。但必须得说啊，Minamo 的演技真的不错，像在 STRT284 当中那看到庞然巨物的表情，真的是非常有戏，非常推荐大家去欣赏一下。那这个月还有几部共演，我也都是相当欣赏啊，像是这部 SON1665， 让小恶魔系的咪鲁跟天真可爱的胃部奈奈两个人联手一起进攻你，绝对是喜欢看高颜值组合的首选。那如果是喜欢看暴力身材的碰撞呢，那就不能错过 MIDA 190，百田光希、清宫仁爱，两个都是堪称完美等级的 Nice Body， 真的难分高下。那另外像是小花暖领衔的 JUR293啊，这种把做菜融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完全不觉得奇怪的开搞氛围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。像之前的大家庭系作品
也都是这样子的。那另外也要推荐一部2次元改编哦 ，URE107，分别找来有冈美羽、冯建梨花、弥生美月3位都是除了火辣的身材之外，技巧也是相当熟练，画面的色气感简直爆表。OK， 下一部是 SONE676，由金松纪部所演出。那这次演出的是爵士的小三题材，必须得说他那个冷艳的气质，真的让演出的说服力提高非常多。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位女刺客的话，我想很难有人能够不沦陷的吧。接下来就是这部 MIDA099，信金信算是最近蛮惊喜的一个女优啊，不管是脸蛋跟身材都让我满意，尤其是那个看起来超柔软的大白兔，真的厉害。这次这个泡泡浴题材更是让人看了如同身临其境，相当之推荐。再来就是 ABF219，龙本现在这次演出了逆搭讪的风格。那其实以他出色的外形来说，扮演主动出击的角色可看性相当高。因为你会好奇啊，这个世界到底有谁能够抵挡他的搭讪？那喜欢肉食演技的人就不能够错过了。我们接着就是看到 KMEF099 演出的是小娜海琳。那这是一部相对低成本的 cos 系作品，就是让原本普遍级的摄影会变调，摄影师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。跟 coser 打的火热啊！这部我个人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撤妆之后竟然还有一段，算是比较少见的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部作品就是 STRT305 由清空光所演出，真的是不管诠释任何角色，说服力都十分高。就像在本作当中扮演一位白天支援收银，晚上又支援手银的出轨人妻，那个太太感就十分浓烈，堪称是本月份让人沉浸感相当高的一部佳作。好，那以上就是4月份我推荐的作品，如果有你喜欢的，也别忘了在留言区与我分享。我是钟子通，我们下次见。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。谢喽。